讲个八卦哦，就出版的原版的豪宅线出来哦，台北市双北不是说8000嘛，对不对？哦，那骂声就很多哦。那为什么2年就修改成7000？有此一说啊！我先强调，这叫有此一说哦，这是都市传说哦，不是说我说的怎样哦，有此一说。吴敦义哦，一位政治人物吴敦义哦，他在台北市的住家就被人家查出来哦，市值7000多万，所以定8000嘛，让他可以想卖的时候可以闪。OK， 好，那政论节目就来骂，好，7000就7000，要变7000，好。这个是都市传说，不要当真哦！你不要说是我讲的，乱贴标签、乱扣帽子哦。豪宅线一定会需要调高，为什么？因为第一总价已经爆喷了，你们发现吗？这造成新青安这个政策下去，追赶的也很吃力哦。首购再买依然觉得很痛苦哦。虽然新青安已经有人到走廊上车机会哦，这样再下去没有赢家的啦，我告诉你哦。如何合法闪避豪宅线？豪宅线不是豪宅税豪宅线，一个让你省下800万的购物技巧。如果豪宅线不上调的话，大家都会有机会遇到这个问题，真的哦。你一个中产阶级小换大旧换新，就蛋黄区很可能这样子就撞到了先说结论，把车位拆开来卖车位拆开来卖就可以闪掉豪宅线。现在很多建案设计都是这样的，都很故意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换屋的最佳时机，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怎么闪豪宅线这也是很多观众来问我这个观众怎么那么有实力在那边豪宅线然后我又看到这个新闻，这个新闻标题我念给你听名医夫妻花4508万买顶楼豪宅竟漏水，怒控上市建商摆烂。这个我们先分析一下就是4000多万就是豪宅线，那它就不是台北市、新北市就是中南部。这个新闻是说一对夫妻买了高雄的一个顶楼豪宅，然后结果发现它会漏水那请建商修缮以后再交屋，结果建商只有打针处理。然后半年以后又继续漏水，那当然这个夫妻就直接告建商，因为他认为他买豪宅嘛。现在判决出来了建商要赔201万，并且把漏水处修好。这边顺便提一下就是如果你跟建商买预售，不是交屋之后遇到问题你就只能自己吞一般来说合约会有保障固定建材跟设备保障至少1年，这叫至少。然后建商为了好卖他们通常保3年结构体15年。那这个案子有趣的地方在哪里？来，我画给你看这个我把它念一下划线的地方就写说，判决指出，2020年7月，名医夫妻花了3998万向知名建商购买位于顶楼的豪宅，连带花了510万买了3个车位对不对合计叫做4508万。有没有看出猫腻那个3998这个数字怎么那么故意所以你要知道豪宅线可以怎么闪，这不是说我在教这是新闻你就写给你了嘛，对他怎么闪的他也告诉你了，对不对？判决都可以查所以这不是说什么买房阿元在教人家怎么闪豪宅线，不是新闻都有了。好，豪宅线可以怎么闪？公布答案，你就3998买所以这间房子在买的时候有没有超过豪宅线4000万以下，它就没超过嘛，没超过就怎样，它就可以贷款。首购的话就可以贷款80%，那个如果你超过豪宅线会变怎样？就是自备要60%你看自备2%贷款80%，跟自备60%贷款4%，这差多少钱？这豪宅呢是4000万的话，你自备60%，你现金部位就要2400万就很硬那如果这个夫妻其中一个人是首购那他就可以走我那个剧本，叫做自备2%贷款80%。你从那个60%的自备2400万现在突然剩下自备只要800万，怎么差很多？你就是省掉了1600万的头期款自筹现金然后买车位也可以贷款那当然年限比较低什么的，但怎么算都是比你就传好2400万，然后你才有办法买还要来得划算。这个就是闪豪宅线的做法，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一堆高总价房子，它开价就什么3990、3998就是要去闪那个豪宅线就对了完全合法合规合法合。我想政府官员一定也是头痛的，就他定这个，你们大家闪成这个，闪这个就算了，闪得那么明显，好像来
打我这个施政者的脸一样对，目前就是合法合规。但如果你想要参考的话，有一个细节要注意就是你的车位要怎样，要独立权状，就是要跟房子绑在一起的话，那一种，那你就不能拆开来卖了那这个都通常都老房子，所以也还好。你现在新成屋、预售屋应该都是拆开的，这部分比较复杂所以我们直接用这个有巢式房屋做好的表格就直接借我用一下。好，这个他在讲的是停车位种类与登记方式一览表然后停车位的种类有分法定增设跟奖励停车位。好，我们直接看这一行就好。因为那个有听 Podcast 的观众尽量把这个表格念清楚、描述清楚。法定、增设跟奖励这3种然后其中有一栏叫做是否可单独买卖然后法定停车位它这边写说918前取得建造可，增设停车位可，奖励停车位可就这样。所以重点在你要看你那个车位是不是法定车位就对了如果房子是在民国80年9月18日之后才盖好的那很可惜那这个车位的话，如果是绑成法定车位，那就没办法单独贩售可能就没有办法用这个散豪宅线的技法，它会很麻烦它就是可能你买这间豪宅是2个门牌那前一手为了好卖，他去做门牌分割什么没的。但以中南部市场来说，我还没有看到愿意花这个成本去的人就对了2个门牌也是很麻烦，变成说如果买方要贷款，他会用掉两个贷款资格席位就对了好，那你嫌麻烦的话没差，你要买的房子，你叫中介去问屋主，或是那个你做预售的时候，你问代销他就跟你讲这个车位可不可以拆开来卖他如果现在正在卖豪宅线以上，这个技法他们都知道所以他应该是怎样，就主动拆好来等着卖给你这样。最后你要知道，未来散豪宅线会变得很重要豪宅线这个事情，我们之前就有提过了我认为它势必会上修那虽然最可能是调回潜力叫做什么双北一起看叫8000万其他地区5000万。但是这个上调不会是现在不会是现在，因为如果现在上调的话，那就会变成怎样？会变成说赖总统就职100多天就变炒房总统，这不可能的事情那些电视名嘴一定又赵珊珊在那边骂那现在房价已经那么高，你还要让它更高，你上调豪宅线是怎样一直骂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如果以现在涨幅的速度不变，地段不错的4房你那个双北跟中南部都一样地段不错的4房双车位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涨幅，很可能都是逼近豪宅线的。那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把这个车位拆开来卖，就会变得相当重要那当然这个未来状况会怎样，会不会变化，我们也不知道反正你有买我的会员频道会员的话，反正局势有变化，我都会公布在会员频道嘛，对不对？1个月250块，你做房地产你买个保险呢，这个贵在哪？很划算很划算是我自己讲的就是我发完会员影片，我都去问几个比较常问问题的，我就问他说，你认为这个会员影片有没有对得起你这个1个月250块都说有对过不知道他们给我面子还是怎样那我也自认我要端出好东西才能留得住会员，所以尽量了。好，那我们整理一下，我们先讲怎么散豪宅线那我先跟你讲一个新闻的案例，就是有一对夫妻买高雄的顶楼豪宅时，他遇到漏水的问题，所以怒告建商，最后法院判决建商需赔偿201万并且修复漏水的问题。那我也提醒了，就算建商已经交屋，遇到问题还是可以找他们固定建材跟设备保固1年，结构体保固15年，这个应该都是写在合约里的。那我看这个新闻的细节叫做，他们成交总价叫做4508万，但是它的交易是拆成3998的房跟510万的车位这样去买那这样的话，房子未达4000万就可以贷款80%就是这样，这也不用什么专业或智商，这就长这样。现在市场中高总价大概都是这样这样就是对买方友善划算这样。那另外我也提醒了，依照现在涨幅的速度，如果你手上也有4房，然后地段不要太差，你是蛋黄区很可能你要卖的时候，它也是逼近豪宅线。此时就换你这个屋主你有没有办法把车位拆出来卖？不然它会影响你卖出的时间点那这个要记得注意一下对。
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哈。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好，这个欢迎加入哈，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哦，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啊，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好，那会员的问题哈，我也会认真回答啊，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自产高雄。好，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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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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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嘛，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赖，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哦，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赖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 TAIPEI，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关于豪宅线这个题目，豪宅线不叫豪宅税，豪宅线我已经发表过我的看法了，在另一支影片的讲八卦的部分你可以自己找一下。那先说结论有2点先说结论。第一，下一波调整最可能怎么调？我认为是返回旧制返回旧制，就是豪宅线它有新旧然后原版出来不到2年，它就调成现在的版本，然后到现在10年没动了。好，所以豪宅现在定的当初，它在防守的是10年前的房价，我记得是2012吧，今年都2024了，对不对？那时候的豪宅线确实就是豪宅线，因为大家买房子买不了那么贵。可是经过10年、12年的这个房地产喷发，你看。现在那个中产阶级要换屋要来个3代同堂4房双车位蛋黄区，应该都会摸到豪宅线这麻烦所以势必未来会调高，不然你在打换屋主你在打这个可歌可泣的中产阶级，对不对？一定会调高。那调高怎么调不会被骂？就是骂声最小，就调回旧制。我们以前原版跟现在的版本，现在版本是缩水过后的很奇怪那就是这样。那下一波调整就会把它调回，我个人认为双北8000，其他地方5000，只要多这1000，你不要看这只多1000大家喘息的机会就跑出来了，钱就会去往稍高总价的地方去跑，而不是说都挤在低总价那边大乱斗，然后把首购排挤到要上街这样第2个结论，一定会调高，但不是现在不是最近需要等房地产景气转差的时候才会来动刀首先我们讲第一个结论就是豪宅线到现在10年10年以上房价剧烈上涨造成当初10年前的豪宅线金额怎样不合时宜，这是确定的，这都不用什么学者研究、主计数据统计都不用，就不合时宜讲个八卦就。出版的原版的豪宅线出来台北是双北不是说8000嘛，对不对那骂声就很多那为什么2年就修改成7000？有此一说我先强调这叫有此一说这是都市传说不是说我说的怎样有此一说。吴敦义一位政治人物吴敦义他在台北市的住家就被人家查出来市值7000多万，所以定8000嘛，让他可以想卖的时候可以闪。OK， 好，然后政论节目就来骂，好，7000就7000，要变7000，这个是都市传说，不要当真你不要说是我讲的，乱贴标签、乱扣帽子豪宅线一定会需要调高，为什么？因为低总价已经爆喷了，你没发现吗？这造成新青安这个政策下去，追赶的也很吃力首购再买依然觉得很痛苦虽然新青安已经有人到走廊上车机会这样再下去没有赢家的啦，我告诉你我倒是认为需要出台一个政策，这也不是豪宅线上调来解决的事情，而是更根基的事情，就是分流。怎么分？你让有钱的人去别的战场，去那边神仙打架不要来乱小那个低总价市场。比方说豪宅市场，对不对？豪宅市场这都有钱人在买卖的。政策上就看要怎么编织，能够让有钱人有效的驱赶到豪宅市场、店面市场、土地市场，去让他们神仙打架就好了。
不要来影响低总价首购市场，来动摇国本哦。搞年轻人呢对执政没有信心或者什么，这样他下次不好选，真的哦。票票等值的价值就在这里嘛，哦，首购就是一堆票啊，哦，那豪宅市场还几个人啊？虽然他们有政治现金，但是你票数来说，他就撼动不了这青年首购哦。赌场不是也会分级吗？你那个路过了欧巴桑哦，你要玩就玩那个小筹码的哦，那你那个大赌客你就有 VIP 嘛，或 SVIP 的赌厅还可以进去，就这样啊，哦，那就是做分流。好，不要让那些 SVIP 也在那边乱销这个低总价的市场哦，这个才是政策真实的目的啦，就应该要是这样。结果你看，现在豪宅线一出啊，然后出了10年没有动过哦，那变成有钱人怎样？他就跑来抢低总价市场啊！啊，他们怎么买？一次买3到4件现金不贷款，你有没有看过？我看过好几次呢，变成他怎样严重排挤掉首购的市场哦。他一个有钱人，他就占掉4个低总价，然后他开高价来卖给下一个要上车的4个人，然后这4个人都还必须发动新青安，这没有赢家就是这样。有啦，那个家伙赚得很爽，但是你让他赚到钱又怎样？他看看豪宅线，他也不想去买豪宅啊，他就继续来抢这个低总价哦，就变严重排挤首购市场。这个哦，一定是当初施政时候的官员他没有想到的，好，没有想到的。现在补破网啊，我跟你说还来得及，真的是来得及哦。但是它风险也是大的，大在哪里？大在可能违宪哦，违宪。我读了一次宪法哦，那我们国家宪法你去读过几次，对不对？我还真的好玩啊，然后我去读一次宪法哦。我发现你要做分流驱赶哦，可能站得住脚的地方是这里哦。宪法第145条第1款哦，我念一次，这很无聊哦，但你听听看哈。国家对于私人财富及私营事业认为有妨害国计民生之平衡发展者，应以法律限制之，对不对？啊，你买房子那叫你的私人财富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打房出台的政策，为什么说没有违宪哦？根源就是这个宪法第145条第1款。但是啊，宪法的第10条又写了，这个是神圣不可侵犯哦，叫做人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好，这个我来解释给你听哈，就是说站得住脚是145条，但是第10条又来一个人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这个很多八点档不是也都会讲这句嘛，变成说他买低总价的房子，它是合法的，但我们在看它叫扰乱市场，但它是合法的，因为什么？因为它自住的户籍证给它迁进去就好了，你不是说啊自住的话户籍它迁进去而已，它也只有1间啊，你刚刚3到4间，这怎么做到的？来，另一条法规，名字比较长，叫做《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认定标准》第2条第1款，法律好无聊，但我们做这个又不得不去看，你知道哈？好来，我念给你听，这真的很无聊，你听看哈。所有人或以土地设定地上权之房屋使用权人，为个人之住家用房屋，符合以下情形者，属于自住使用。来，第一个，房屋无出租或供营业情形；第二个，供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实际居住使用，且应于该屋办竣户籍登记。那个有问题的是第3点哦，你不能说有问题，它就是一个 bug， 你知道？好，来第3点，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国合计3户以内。所以我有3户自住在台湾，他妈我合法怎么样？那个低总价就低总价，对啊，我真的都户籍有迁进去啊，好，我都是自住啊，虽然我在住出租那我就可以真实这样去乱销这个低总价的市场，我合法呢，对啊，所以一对夫妻他买低总价的房子，他可以3户都算自住，对不对？这是政府给你的牌啊，本来就是这样打的啊。那结果买得起豪宅的人，现在因为这个豪宅线大多数都冲进这个低总价市场，他买3户他都可以是自住，对不对？自住可以干嘛？自住可以重购退税啊！我靠，一连串连招结果就变成说跟那个青年首购一起抢房子，这是很不 OK 啦我在高雄自己那边看光从2020年开始，我原本在看那个3房车位卖750，还叫乏人问津，现在都成交到950以上，1000万以下，反正有那个情节，这个房子成交就是要在1000万以下，它才叫低总价所以成交金额都什么968啦什么985啦这种的1000万以下。
这个就是低总价市场被剧烈抬高、被扰乱的证据。所以我认为这个反正大家就来胡乱，就来做梦。如果我是官员，我是内政部的次长就好，不用到部长，我会提出什么？就是我认为要分长期目标跟短期目标。长期目标是出台一个政策，把有钱人驱赶到高总价的市场，让他们去神仙打架，不要让他们的钱有机会来扰乱低总价市场。那这就有违宪疑虑嘛，很麻烦的事情，我知道。然后再来短期目标是什么？把豪宅线往上抬升。先让部分的有钱人跟中产阶级换屋主不要被现行的4000万卡死。其实4000万卡死这件事情我们高雄叫的还不大声，真正叫的很大声的是2个地方。第一个是台中豪宅溢来溢去，对不对？台中就说4000万太低，然后再来是那个新竹，它也不用是豪宅，它是超过，你知道。同时要配套要做什么？要严格查核自住事实。只要他说他是自住，那你就不应该出租。如果有出租事实，就要罚得很严重。比方说直接给他判到3个月有期徒，就乱讲了就要来判刑。这样子全国在乱搞的房东，他买好几间，然后都真的都迁户籍，然后他就说他是自住，这样这种房东他就会怕他真的要炒房，他就不敢出租，他就只能空着。那空着又怎样？又要放5年空着不划算，所以他讲干脆他就不要买。好，这些人就被请出市场了。我也把这一题拿去问 ChatGPT 了他好像快冒烟了，就一直宕机2-3次因为这个要同时参考的参数非常的多，然后 ChatGPT 它也端不出一个方方面面都很理想的政策这题很难。豪宅线一定会是需要上调的，但不是房市火热的现在现在是怎样？在我看来是加盖子的时候，还不是松绑的时候。一个总统被冠以炒房总统之名，后来选的容不容易你也看到了所以这件事情不会再发生然后再看我们当今总统对付政敌的手段超凶的呢，对不对？不要再去做这种违背政府意识的事情。在政府面前，你再有钱都是沙巴。政府政策怎么定我们就怎么配合，怎么执行，这样就好了，就赚到我们该赚到的财富这样就好了你想什么？你单挑政府是怎样？你命几条？